釜山旅游到底在夯什么？到底有哪些景点好玩的、好吃的呢？不在家是为了给你带来更精彩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上一集我们带大家去了釜山周边那些小众但超值得推荐的景点，而今天的影片我们就要带大家去探索釜山本地的那些这辈子一定要去打卡过的景点。你们准备好在朋友圈掀起一波釜山小旋风了吗？好的，手上的零食先准备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影片喽。我们今天的影片会带大家从东边的海云台一路向西边的景点去探索。第一站就是釜山如今的招牌。今天呢是我们最精华的行程，我们要来搭这个胶囊列车。天空胶囊列车是海云台必去的景点，它的体验很特别，摇摇晃晃的，然后速度很慢，超级慢。这趟没有摇个半小时你是出不来的，而且它的空间很小，要是跟不认识的人坐一个车厢，那你这半小时肯定会很舒爽。那它拍照好看的时候有3段，首先就是会车的时候，接着是它中间会有一段穿越森林的时间，最后就是出了森林以后可以拍到一半海一半山，还可以看到后面的广安里大桥。天空胶囊列车单趟的价格是5万韩元左右，所以拍完照片也不要忘了好好享受海云台的景色。哇，我们坐完这个胶囊列车了，好好玩哦！上面的风景很漂亮。我们刚刚坐的是上面的胶囊列车，对不对？我们现在坐下面的海滨列车哦，很不一样的哦。看一下有位置就坐，没位置就站一下哦。这个海滨列车它是专门为了让你看海景设立的，所以它的椅子是面朝大海坐的，然后是木椅。可是我觉得下面看的视角没有上面那么漂亮，因为你会看到很多路人在那边走来走去。那这也不是一站到底，它中间还有经过好几站。哎，你们开始滑手机了，这么无聊哦。坐这个去台湾坐区间车就好。外面空气比较舒服，里面他们都会开好热的暖气。接下来，导游把我们带到一个有透明玻璃步道的观景台，这里也算是海云台很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啊，怎么了？怎么了？在这边蹲呢。哦，一个来呀！哇！勇敢在这边蹲。踩中间哦，踩中间，踩中间。它是成一个 U 字形。你们看得到吗？后面有那种城市还有沙滩，这里真的超好拍照的，推荐来打理时天空步道站一趟，保证收获满满。真的好漂亮哦！那边可以看水崖，外面可以看大海，这里真的超漂亮的，很推。接下来我们要去他们这边很有名、很漂亮的完美咖啡厅，帮大家开箱一下值不值得去啊！我们走在这步道上，可能是刚好路过海女的家。刚好看到他们在晒海带吗？真觉得他们韩国的海边好漂亮啊！这家咖啡厅就在海滨列车的车站附近，位置非常好，可以让你一边看海一边喝咖啡。我现在来到这个完美咖啡厅，点的是它的拿铁跟它的草莓蛋糕，我觉得它的草莓蛋糕很好吃。然后这个拿铁就中规中矩，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釜山漂亮的海景，我觉得很划算。接下来我们去的这个公园，我个人就超级喜欢了。在胶囊列车爆红之前，这里就是当时釜山看风景的最佳景点。它拥有韩国最古老的一批缆车，而且目前还稳定的运行当中哦。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釜山一定要来逛的金刚公园。金刚，金刚山公园拥有多条不同的登山路线，所以这里也是许多当地人会来运动的地方。哇，还有那个气枪。他在帮狗狗吹毛。我们可以看到这缆车，它很特别哦，这真的是非常复古，像我们那个表情符号的那种复古缆车，这个就很有味道，韩国70年代造的缆车。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这么老的缆车它安全吗？我们一上车就开始东张西望，试图找到那个能让自己安心的证据。结果唯一平静的就是缆绳上面的乌鸦了。乌鸦在上面都很安稳，所以不用怕。它要飞，我们就要爬。这是超复古的缆车，真的超漂亮。缆车你就是要坐比较靠前面的，或者是靠旁边的。搭缆车的位置一定要选对。我觉得最好的位置是面朝山下最前面的位置，可以看到整个釜山的风景。但实在不行的话，就站在侧边。如果在中间被人围整，那这趟可就难受了。这金刚公园的上面呢，它往下看是没什么 view 的，因为刚好都被树给挡住了。这是我坐过最老的缆车。我想说，比较老的缆车会不会有那种很刺激的感觉，被风吹得呼呼呼呼呼？但是没有，它超稳的，看上去有点吓人，因为它那个漆啊都开始有龟裂了。在离开金刚山公园之后，接下来我们的进度就来到了釜山的西边喽。很多人听到釜山就会联想到彩色的房子和小王子，对吧？这个地方就是我接下来要带你们来看的甘川洞。这车好多人，好多啊！突然人变超多的。哎，这是甘川洞。哇，密密麻麻。虽然甘川洞这里有很多店可以逛，但来这里的人几乎只有一件必做的事情，那就是跟小王子拍照。不查不知道，在我仔细一查发现，这里的小王子竟然有2座。这2位小王子呢，分别镇守不同的2个地方。我们可以以这家冰店为分界，往右边走可以去新的小王子，往左边走则是可以遇到旧的那位小王子。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比较新的小王子长什么样子。走到半山腰以后，就可以看到这栋建筑。搭电梯上楼后，就会看见镇守在天台的2号小王子了。来这里不只可以跟他拍照哦，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俯瞰整个甘川洞。小王子，如果你坚持要拍小王子，没有个半个小时你是拍不到的，所以我们在旁边拍一拍就好。接下来我带你们走一条捷径去找1号小王子。我们下到地下1楼之后，沿着狭窄的走道向下走，就会回到主要干道上了。右转走一小段路，就会看到比刚刚多1倍的人在排队。没错，他们就是在拍小王子的。这里是比较旧的这个小王子，然后在这边排队的人超长的，这边都是在排队的人。我们就这样看就好，小王子。如果你有排到，就能去和小王子一起畅想未来。没错，这就是我懊悔到颤抖的画面。为什么他们这边会有小王子啊？小王子有画到甘川洞吗？如果你只逛主要干道的话，那你就会觉得甘川洞这里就是一个文创小商圈，而那些彩色的房子呢？如果你沿着狭窄的走道下去探索，你就会发现这里其实是有人住的。难怪甘川洞它会限制开放时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小王子，那这里你可以来。但如果是为了要跟网络上很漂亮的彩色房子们拍照，那真实的情况可能会让你有点小失望哦。不如我就带着大家去看真正漂亮的地方吧。下一站，我们终于来到釜山漂亮的海边。白浅滩这里可以沿着海岸步道慢慢逛，吹吹海风。重点是这里超好拍照，怎么取景都很好看。太旧了吧。他们这里也有很多巷子，都彩绘的相当漂亮，你可以一条一条进去探索。这条就是我说很漂亮的那条。这里因为很窄，然后风格又都很多元，色彩饱和度很高，就有一种盗梦空间的感觉，你知道？哦，应该是这么拍。哇，这里很漂亮哎。或是到下面更接近海的地方走走，也会很舒服。白浅滩就是一个这样子漂亮的地方，所以我很推荐大家过来走走。往下，我们要去一个以自然景观闻名的地方看看。据说当年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国王，在完成霸业之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来这里欣赏海景，而这个地方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釜山很有名的太宗台，哇，好可爱哦！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坐这个超可爱的小车车。我们现在在这个游园车上面，可是啊，我发现他们这个铁窗的范围面积太大了，我们要往外拍都拍不全，你知道吗？如果你做这个是为了要拍照的话，
那可能不太适合，还是用走的比较好。在太冲台的观景台这里，你会看到一个母亲的雕像，这是有故事的。据说，曾经有很多人选择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韩国的政府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就在这里立了一个雕像，让人在做傻事之前，先想想那位辛苦把你养大的母亲。哎，这时候就要来一个去抱抱妈妈。我妈妈。哦，温馨的这一段要剪进去。我想说，人生是充满压力的，有不好的情绪很正常，但我们要学会用好的方式去排解。比如，我们可以去运动，去吃一顿好吃的，或者也可以来看佳佳的影片。来，我现在就带你们来看一下太中台这壮丽的美景。欢迎来到展望台，这有一望无际的大海，看了烦恼全都丢到海里面。我们来一望无际的大海。离开了太中台，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尝尝釜山最有名的猪肉汤饭。于是我们来到了釜山最精华的商圈南浦洞，那就是人家说的养乐多妈妈。有点长，屁股有点长，干。哦，屁股长，干。对啦，他讲中文嘛，他在讲中文。因为不知道屁股的喝下去会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最后买了一罐长的，一罐保肝的。我太慢了，他直接帮我算，好特别哦！他们的养乐多竟然是有功能的，哇！还有一个粉红色的，他说是屁股，对啊，就说皮肤。哦，皮肤，他说屁股皮肤长干，我想说屁股，屁股是，他会被我笑死。韩文叫皮肤，还问他屁股。屁股，我想说是喝了会翘臀还是怎样？翘臀。是饱肠的多多，这个是保肝的多多，它们里面是有药的哦。还有一个很冲的人参的味道，这是 AB 优酪乳的那个味道。好，前面那什么脸？肝坏掉要修肝的哦，你就是要吃比较难吃一点。我们来的这家店算是在南浦洞很有名的猪肉汤饭，一起来吃看看如何。我们现在来吃他们这个釜山的名产猪肉汤饭，那这个是他们的虾酱，这个是用来调整咸度的，我先一匙就好了。很好吃诶，哒哒哒！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吃法，芥末酱油。这个芥末酱油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生鱼片的芥末酱油有点不一样，它这个是专门沾肉的芥末酱油，好好吃哦！他们的猪肉真的有魔力，不管是配泡菜吃还是包生菜吃都超顶。然后这家的环境服务也都还不错，来逛南浦洞的时候吃一下，我是还蛮推荐的。这是我从韩国买回去送给你们的礼物哦，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在我下面留言，我就抽给你们。OK， 接下来就到了逛南浦洞的时间啦。这里呢，我原本是要帮大家做个攻略还是什么的，但我在整理素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就是我根本不懂逛街啊。作为一个直男，在韩国 shopping 绝对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我想在座的各位绝对都比我还厉害，所以呢，我也不在那边美泡 gay 泡的好不好？我们就改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在南浦洞看到很特别的东西好了。就是那个我发现明星的那个首映，跟你去上海哦，这跟那个好莱坞星光大道一样。这些我都不认识。来自己认领自己偶像的那个哦，而且他这个不只有手印哦，它旁边还有好像是签名吗？还是明星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OK， 说到追星，南浦洞这里也有专门贩售应援周边商品的店哦。我们现在到这个大家追星都会很喜欢逛的店，很多这种明星的周边呢，都有在这卖应援物啊什么的。哇，我想如果你有在追星，你来这种店应该会很快乐。那如果想买便宜好穿的衣服，导游有推荐我们一家韩国人喜欢的国民品牌。这个品牌是在韩国他们现在很红很平价的，导游推荐我们想要买衣服可以过来这边逛。那南浦洞的街边美食呢，我们也有浅尝一下。它有一种超回搭的香气。
这一整个都是糖哎，我以为这是蛋糕，不是哎，这一整个都是糖哎。这个看起来不错。因为里面有花生，就阿贝做这个很用心的，很好吃哦。它是要花生酥啊，它吃起来就像有包花生的蛋糕，小蛋糕，非常好吃。很脆。那如果说有什么比较不推荐的，那就要来讲一下我们台湾人很爱的夹娃娃机了。我跟你们说，韩国的夹娃娃机也很不好夹，而且我觉得可能比台湾还要更摸摸夹。而且啊，他们的韩国夹娃娃机是没有保夹这个规则的，投再多夹不到就是夹不到。所以啊，你想要玩这个夹娃娃机啊，你要先考虑过你自己的技术到底厉不厉害，好不好？不然你就是进去交学费了。我现在呢要带大家去看南浦东的另外一面哦。走了，32秒7、6、5，哇，这个他们的数速比较快，他们韩国的数速比较快哦。来到了马路的另一端，这里的风情就跟南浦洞的商圈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市场叫做扎卡奇市场，它是韩国最大的海鲜市场之一，逛起来非常的接地气，超大的。哇，这边真的好 local。对啊。等一下上车以后，只有我们两个满身鱼腥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韩国的天气比较凉爽一点，他们的鱼货啊，不像我们台湾一直加冰块，他们没有这样。这个鱼市场也是这样一整条。如果你们来韩国自助行，然后你们的 Airbnb 是有厨房的，你们就可以来逛一下。哦，对了，如果在南浦洞找不到厕所，也可以过来这边上哦。在这个南浦洞啊，你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哦。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你就要去找咖啡厅消费。但是在这个停车场这里，你就从南浦洞，然后过那个大马路走过来，然后找到这个鱼市场的停车场，你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厕所。先上一下号，解决我这个火山之急。这个厕所呢，我觉得非常干净哎，我刚刚拉了一泡大的，很舒服。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在这个鱼市场旁边哦，然后他们韩国人吃海鲜都会配酒，哇，所以很多醉酒大汉，刚大便，外面还有人在帮我配音，一直西巴罗马，西巴罗马。反正呢，来釜山我们就是要把海鲜吃好吃满，不想自己煮，不喜欢逛鱼市场也没关系，那我就推荐这2间我们这几天在釜山吃到我真心觉得好吃的海鲜餐厅。第一家是태긴의 조개전골 조개칼국수，他们的特色是以贝类为主，但也可以吃到生章鱼。哇，还放不下去，紧紧的吸着。拜拜。这里也让我解锁了把海鲜沾着起司一起吃的吃法。cheese 干贝。好吃，重点是海鲜都很新鲜，然后吸收精华后的刀削面也超 Q 超好吃，真的很 Q 弹哎，汤汁都吸收进去，非常好吃。总体来说，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间。第2家叫做황제잠수함，它是一间主打豪华海鲜蒸锅的餐厅。我们这一餐吃的是龙虾大餐，而且它的鲍鱼还是活的。它的位置距离市区就比较近，比较方便一点。店里面就可以看到龙虾在水池里面跳来跳去了，所以肉质、新鲜度也是很不错。加上其他的海鲜，整体吃起来真的很棒。那万一呢之后还有机会回来釜山，这2间店就是我会再回访的店。最后，上次有观众敲碗想听我分享跟团跟自由行的差别，我觉得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旅游目的适合不同的旅游方式。这几年的网络风气可能会营造出一种就是要自由行才叫旅游啊类似的氛围，就好像自由行比较厉害，跟团讲出来就会被笑一样。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有没有发现，网络上那些分享旅游的人，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创作者，拍影片本来就是我们旅行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自由行当然很适合啊，想去哪里就去哪，想拍多久就拍多久。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好不容易休假要出国玩，结果下班累得要死，还在那边自己排行程、找交通住宿什么的，然后当遇到旅途中那些意外时，所有的风险还都要自己承担，那你不就没有享受到自由行的优点，反而还把自己搞得很累，更没办法好好放松了吗？就拿之前我们自由行的经验对比，其实跟团不只可以让你的旅程更轻松，而且去到的景点也会更多。如果今天是带着长辈出门，那每一个景点结束后都可以在游览车上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这样是不是比你一个人带着全家手忙脚乱轻松多了？
这还没有讲到语言不通的问题哦。跟团有导游、有领队带着你，基本上就可以让你安心很多嘛。然后再说到自由，其实跟团也不是24小时都把你绑在身边，更像大家只是坐同一班车，下车后各自去，上车了可以互相分享刚刚的所见所闻。像我一个创作者，其实也完全有办法去拍我想要拍的东西。虽然我也很喜欢自由行那种流浪的感觉，但我们真的不需要对跟团有偏见，好吗？讲到这里，好像我很爱跟团吼。各大旅行社，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也可以来找我合作，我很愿意去帮你们开箱你们推出的套餐跟行程哦。好了，这话题我们讲太多了，你们应该已经开始期待我的下一个企划了吧？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我是不喜欢待在家的佳佳，我们下部影片见。